大家好，我老牛啊，这边开一个新系列，就是分享一些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 SHF 1.0的产品。而且我认为，如果只讲一款产品的话，一期视频可能会有点水，所以说我们尽量就是每一期都讲2到3款 SHF 1.0的产品。那么我们先从这个 W 的亚种套装开始讲起吧。其实这个产品非常有意思啊，可以聊的点还挺多的。就比如说这整个亚种套装的贩卖方式，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当时万代不知道脑袋抽了啥风，整了很多这种剧中只登场过1、2次的亚种形态。这些亚种形态呢，在剧情里一般都是在特定情况下有奇效，但是在一般剧情中一点存在感都没有。放到现在的万代的话，是肯定不会出这种低人气的形态的。别说这些亚种了，甚至于说现在派生形态，万代都不乐意出了。就比如说你现在很难想象万代会出这个 SHF， 在极狐 SHF 和欧子真骨雕可以自由来回替换以后，就更不可能出了。但是在当年，万代还是非常乐意赚这一份钱的。而且这个双人亚种套装，万代对这个定位也是很明确的，靠人气肯定是卖不动的。但是你们看这个配件是不是有一丝心动呢？是的，这种套装最大的亮点还是捆绑配件，而且很多时候捆绑的配件都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就比如说今天这款炽热扳机和炽热王牌的套装。首先我们看到这2款的主体 W 1.0 系列基本上是属于算是一个同模换色的产物。1.0 系列 W 这个身材比例还是非常抽象的，比较明显的就是手大头小的毛病。炽热这半边呢，这2款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色差问题的，胸部以上是金属色，胸部以下就是成型色了。1.0 系列 W 素体的可动性的话，还是略微有一些局限的。用现在的眼光看的话，特别是胸腰这一块丢分丢的非常多。加分的地方就是腿部的可动性，我认为还是做的非常优异的。金属的脚把玩起来手感会稍微生涩一些，但是左右接地性还算是可以的。OK， 接下来我们看到配件吧。炽热扳机是给了2种状态的枪，枪上面的刻线细节我认为做的还是非常可以的，涂装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。然后炽热王牌呢是给了这么一个火拳的特效键，不过嘛，这种类型的火拳特效键我的视频里已经出现了不下3次了。ACT 红莲火焰呀， ACT 雷欧啊， ACT 双赛呀都有。万代是真喜欢附属这种类型的特效键啊。不过这回最有亮点的一个配件还是这个烧火棍的特效键，真的是太勾巴帅了。棍身的涂装以及模型精度可能会稍微有些粗糙，然后这个火焰的流动效果真的可以说是非常赞了。这个配件在当年肯定是捆给 SHF 1.0 的炽热金属的嘛，但是你要是说想让它搭配真骨雕，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，算是一个非常好用的配件了。那么这个套装目前市场价是2张以内，甚至比当年的发售价还要便宜，我认为性价比是挺高的，我个人玩起来还是非常快乐的。然后再带大伙看一下这个 SHF 的燃烧亚吉陀。这款燃烧亚吉陀因为是 1.0 末期的产品，身材我认为是无限趋近于 2.0 的 SHF 了，甚至于说这款产品是刻意把身材做的强壮了一些，这点与后发售的闪耀亚吉陀对比是能看出来的。这款头雕的还原度我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后续这款头雕也是运用到了闪耀亚吉陀上面。我认为这款胸部的甲胄真的做的非常亮眼，胸前会向4周蔓延开来裂痕，裂痕里面还是有上渗线的，以及说胸部边缘和肩胛部分会上一些阴影涂装来增加层次感。虽然说我感觉做的有些不自然，但是一眼望过去，我认为视觉观感还是非常丰富的。包括这个背部也是有阴影涂装刻画的，再加上这个非常具有力量感的肌肉线条，我真的是太爱了。腰带上透明件挺好看的，但是如果能多上一些渗线的话，我认为层次感会更强一些。小臂上面的护甲有倒刺，比较尖锐，把玩过程中需要小心一些。整个下半身依然是有做出非常夸张的肌肉线条，是有刻意还原皮套里面的填充物的，我认为这点真的是非常好了。可动性方面，我认为还是稍微有些可惜的，头部上下左右幅度都还可以，但是如果左右转的话会受到衣领的干涉。手臂平台90度少一些，因为造型的原因。手肘弯曲90度整。胸腰也是因为这个铠甲的原因，基本上是没啥可动性的。腿部前踢、侧踢、屈膝以及脚的左右接地性都没有任何毛病。接下来我们看到配件，这款产品的配件是2把武器。首先这把比较长的武器呢，我感觉造型是比较抽象的，感觉挥动起来是非常容易砍到自己的。但是该说不说，上面的2个紫色水晶是透明件，做的挺好看的，武器通体的涂装也是挺不错的。另外还有一把武器，就是这么一个完全还没有展开的状态，这个我看了一下剧中，貌似只登场了几秒钟，这也给附属了，我认为真的是很良心了。但是我很难想象这东西要是真挥起来砍人要怎么用啊。那么这款燃烧亚吉陀，我认为素质真的挺不错的，特别是用当年的眼光来看。不过吧，我看这款貌似市场价格比较高，要4张左右啊。我记得几个月前这玩意儿还只要2、3张呢。另外我半年前2.7张出的闪耀亚吉陀，现在已经涨到5、6张了。OK， 那么喜欢看这个新开的系列的话，多多点赞、投币、收藏，我再去收一些好玩的1.0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我老牛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